南天门计划再亮杀手锏。这几天，在2025年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上，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的新机型紫火概念战机模型首次亮相，一时之间，国内外军事网站的相关话题讨论度直接拉满。按照中国这个速度，变形战机还远吗？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10月16日，第7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在天津滨海新区拉开帷幕，展会持续4天。本届直博会展区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涵盖2.5万平方米室内展厅、2万平方米室外展区、6万平方米飞行观摩区，还特别新增5000平方米低空经济展馆，多款低空飞行器在此次展会上首次展出。目前已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家企业确认参展，其中30余家企业是首次亮相，全球6大直升机主机厂也均受邀参展。此次展会上，参展参演的直升机、无人机及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共计52架，其中直升机38架。这些直升机中，既有陆军直10、直20、20T 等国产机型，也有航空工业 AC312E、AC311A 以及莱昂纳多 AW139、空客 H135等全球主力机型。值得一提的是，天津直博会是中国唯一以直升机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展会，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一带有飞行表演的直升机专业展会。因此，飞行表演是本届直博会的重头戏。展会期间共带来了6场飞行表演，分为机群表演与单机表演2种形式，每场表演时长约60分钟。除了陆军风雷飞行表演队，还有多款民用直升机进行空中特技、应急救援等飞行表演，集中展示全球直升机、无人机等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除了飞行表演，在本届天津直博会中最吸引观众目光的，自然是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的新机型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概念战机模型的首次亮相。在展馆内，紫火概念战机模型刚一展出，就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围观。现场相机、手机的镜头快门声此起彼伏，始终没有停歇。当然，这架被观众称为变形金刚照进现实的战机，不只是靠颜值吸引观众，它深紫色涂装下还藏着3大硬核亮点，让科幻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紫火最颠覆小编认知的设计，是它彻底抛弃了传统直升机的主旋翼，改用3发涵道式动力风扇，尾部还采用了无扇叶布局。这并非简单的拆换零件，3发动力舱可自由轻转，就像3个能转向的强力吹风筒。这种设计让它既能像直升机一样在楼顶、山地、废墟等复杂场地稳稳悬停，又能切换成固定翼模式实现高速巡航，彻底解决了垂直起降速度慢的老问题。现场工程师举例说明，若某地发生地震导致道路中断，传统直升机需要等临时机场搭建完成才能起降，而紫火能直接降在垮塔楼体的残垣上，可使救援力量抵达时间比现在缩短50%以上。更出色的是，它还能适配特殊环境，按照设计构想，低重力、稀薄大气的场景它都能应对。难怪有网友调侃，以后说不定能当外星出租车。相比 F-35B 的垂直起降功能，紫火的适配场景更广泛，堪称全地形空中平台。如果说垂直起降是紫火的基本功，那自主变形才算得上它的杀手锏。它的钛合金成立机翼并非摆设，20秒内就能从巡航形态折叠成 X 型，再配合可360度旋转的矢量喷口，大幅提升了机动灵活性。更核心的是机身内置的自主 AI 系统，响应时间低至0.3秒，能根据任务需求自动切换模式，全程无需人工预设指令。这并非科幻噱头，现场展板展示的场景均为现实中的刚需场景。地震救援时，机身可秒速度展开医疗舱，化身空中 ICU， 实时监测伤员的心跳、血压、机械臂，还能参与破拆、废墟救人。山区缺乏物资时，它可切换货运模式，货舱自动扩容，精准空投食品与药品，甚至能装下无人担架舱。
遇到森林大火，它能立即挂载阻燃剂，变身空中消防平台，响应速度比传统灭火机快1倍。此外，紫火还具备有人无人双模式，复杂危险的任务可交给 AI 完成，需要人工干预时，飞行员在接手。这种人机协同的设计思路，正好切合了当下航空装备的发展趋势。熟悉南天门计划的军迷都知道，此前计划中的鸾鸟空天母舰负责全局统筹，白帝战机主打高空高速突防，玄女则专攻空中格斗。但在低空救援、战场补给这类接地气的任务上，一直存在短板。紫火的加入正好填补了这一缺口。按照设定，紫火可从鸾鸟母舰上垂直起飞，飞抵地面后为部队运送弹药、传输战场数据，之后再将伤员或情报送回母舰，形成太空、近地、地面的3级补给链。在军事场景中，它是空中后勤兵，能为前沿部队快速补充弹药；在民用场景里，它又成了应急先锋，偏远山区的重病患者可借助它实现急救跟人走。这种军民两用的定位，让它比单纯的作战概念机更具现实意义。最让人惊喜的是，这些构想并非空中楼阁。目前，中国的无人垂直起降救援机就已经能实现物资投送、生命体征监测等功能。AI 飞行姿态调整算法也日趋成熟。紫火不过是将这些分散的技术进行整合与升级，相当于为未来装备绘制了一张实景图。当然，紫火要真正落地，还需克服不少难关。垂直起降过程中的动力损耗、AI 在复杂场景下决策的准确性、量产时的成本控制，都是绕不开的问题。从玄女到紫火，小编觉得南天门计划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科幻 IP， 它更像是一个科技灵感引擎，将钛合金材料、智能无人系统等现实中的科研方向包装成大众能看懂的未来装备，就像当年科幻电影中的触屏手机最终照进现实一样。谁能说10年后地震现场不会真的有变形战机从天而降？自93阅兵后，国产直20突击版直20T 也在天津直博会上首次与大家近距离见面了。直20T 是国产通用直升机直20的衍生版本，它最显眼的区别是机身两侧多了一对用于挂载武器设备的短翼。这对短翼外形粗壮，能看出内部结构扎实，说明它可以挂载的武器重量不小。已知通用直20在低海拔地区运载能力至少有4到5吨，据此推测，直20T的外部挂架至少能挂3到4吨，这个挂载能力和阿帕奇 AH-64D 处于同一级别。要知道，后者也只能挂3吨左右。不过有个让人疑惑的点，它的短翼前后缘厚度几乎一样，看似没做气动升力布局设计。小编认为，这大概率是因为直20T的发动机动力足够强劲，不需要靠短翼来弥补升力。短翼的核心作用就是挂载导弹。此外，它的短翼外端布置了3个红外感应设备，用于感知来袭导弹。机翼下方有2个挂架。此次展示的是副油箱，而从央视公开的其他画面能看到，直20T还能挂载8发天雁90直升机专用空中导弹。这种导弹的白色弹头是红外制导设备，专门对付敌方直升机或无人机。此外，央视还公开过直20T挂载火箭蜂巢的画面。它外侧挂载的应该是 AKD-10和 AKD-10A 直升机专用空地导弹，其中 AKD-10可攻击8公里范围内的目标，采用激光制导，精度很高，几乎能击穿全球所有坦克。但缺点是发射后直升机不能马上撤离，需要持续瞄准目标。AKD-10A 则更先进，采用了毫米波雷达制导，也有说法称它采用雷达加红外成像加激光的多模制导模式，实现了发射后不用管，能自动寻找预设目标，无需持续瞄准。网上有人推测它的攻击距离可能达到15公里以上，从理论上看完全可行。有这样的远打击距离，直升机面对敌方威胁时更有底气。为配合导弹发射，直20T的机头还配套了一套光电火控系统，机头两侧可能装的是雷达探测告警设备。在机身后部，起落架下方装有红外干扰弹发射器。机身后部左右两侧也各有一套红外干扰弹发射器，用于干扰来袭的红外制导导弹。
同时，直 2.0T 发动机排气管的方向也做了调整，改为向上排出尾气。虽然这样会损耗一些功率，但能让旋翼的气流快速稀释尾气，使尾气温度快速降低，从而减少红外特征。这么说吧，现在的直 2.0T 既能防空、攻坚，还能载人。它可以携带突击小队突入敌人后方，发动奇袭，攻占咽喉要地。也能实行抓俘虏、刺探情报、斩首敌方首脑，以及营救落入敌方领土飞行员等任务，而这些都是专业武装直升机难以做到的。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